啊。太极拳所谓的大架，就我刚才讲的，那手出去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半径，把这个半径放长。可是练这个有一个要领，还是一样，就是你的肩要松掉，放长才有意义，你也才可以放长。放长了以后，这个重量往外去了，啊，这个离心力变大了，这个地方就出来了。所以你的腋下的角度啊，它要变成一个拱形，你的腋下的角度要变成一个拱形。它如果是这个样子，你看哈，我腋下角度这个样子，肩就没有松。你们看这个角度，腋下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，能看得出来差别吗？啊，行吗？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。行吗？啊，行吗？讲话，我可以，能看出来力量的变化吗？这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跟这个角度，能看出来它们力量的变化吗？要做出这个，它是一个拱形。它是一个弓，所以讲它是一个弓。以前人用弓来形容它，晓得吗？你没有，你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没有那个形，它没有那个形，它是变成一个角度比较尖锐的这个弯曲的地方啊，一个比较尖锐的角度啊，这是这个角度，这个弯曲的地方啊，角度比较小，比较尖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肩放下，它变成一个拱形了以后，这个角度是不是变圆了？就这样子，我们要这个角度变圆。啊，这样子你的这个手放松，架子做大，这个手的重量出去才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手臂到身体的连结才会出来。啊，胯也是一样，当是这个区域，当我们是这样子的时候，这个区域是这个的角度往上的角度是比较尖锐的，是比较小的角度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我这个一放开的时候，我这样的时候，这个角度变大了，变成一个拱，变成一个拱形了。所以所有的关节，不光是这几个哦。所有的关节，所以我跟你们讲，关节要微曲到什么程度？它保持到一个拱形的状态，而不是尖的或者直的。开始练，因为拱形是最好的一个传递力量跟承受力量的一个结构的形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所有的关节，我们所有的关节要保持到一个拱形的。啊，放松的拱形的这样子的状态，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练大架的时候，保持到这样的原则，然后呢，在练的时候，我先做一下前几式哈。从这边就要起来了，好，这个出来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以后的动作都要维持到这个。这边也是一样，你看，维持到这个。而不可以变成这样子，啊，维持到那个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看，所以走都要有一点什么，走都要有一点点
外翻，跟八卦完全相反。哎，下来也是，你看，保持到这个。后手也不可以伸直，伸直这个就没有了。这样，是不是？你看，这个啊，这样，而不是这样，啊。搂膝咬步，所以你看，都要保持到手有一个往外滑动的力，自然的往外滑动的力。你看，这个手这样吊着，这样子就没有了，这个在这边，这样子，这样不懂？你所有的都是，你看我的上臂都是维持到这样的形态。实际上的变化在哪边？在小臂打出去，你看，这个拳打出去，手肘你看都有点外，开也是一样，这样而不是这样。这样不懂？所以你只要保持到上臂的形态是这个样子，手肘是往外引的，这个时候这边才会掉，这边才会有这个形态，这个筋才会出来。你的手肘一这样子就没有了。所以沉肩坠肘，尤其是这个坠肘啊，很多人把这个坠肘啊解释的好像肘一定要向下。错了，坠是一个力量，坠不是形态。沉坠坐，沉肩坠肘坐腕塌腰落胯，都是力量，不是形态。听不懂？我的手在这个地方坠，我在这边一样坠，我拿起来在这边一样坠，这边一样坠。很多人说坠肘手肘不可以过肩，跟那个没有关。是力量，我如果这样子就没有坠，我的手拿起来，手肘如果是这样子就没有坠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拿这么高，我的手肘的力量是往下的，它就是坠。听不懂？我拿起来，所以这是一个力量，沉肩是一个力量，坠肘是一个力量，坐腕是一个力量，塌腰是一个力量，坐胯都是一种力量的形容。晓得吗？不是动作的形容，不是说你要到哪一个角度你才是，听不懂？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练，来练，你们就保持到这个，你感觉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杨家说这边要好像放一个馒头一样嘛，或者说全身5张弓啊，什么几张弓，这一定要保持到一个拱形，保持到一个拱形，一个弓的样子。我说它跟八卦完全相反嘛，它这个要这个样子，八卦不是，八卦是相反到这里来，八卦是相反到这里来，一个是这个。一个是这个向里卷，一个是往外开。我就请问，一个是
撑开然后做成拱形，一个是撑开然后拧转，是这样的差别。拧转撑开，先拧转超撑。拧转的撑开，啊。那太极拳是撑开然后做成拱形？不是，它是沉坠的撑开。太极拳的撑开是因为沉坠，你松掉了，那个重力往外引，所以你那个关节就撑开了，筋就被拉起来了。所以太极拳的撑开是一个自然形态的撑开。八卦的撑开是人为的很极端的一个撑开的方式。太极会不够力啊？力量练功的时候力量不够。太极拳先要有这个啊。先要八卦的。你先要有前面的功啊，那后来用什么练？比方拉杆子啊，用这些东西来练。那你要知道在练什么，你不知道的话，你拉成了这边变得很强了，没意义啦，没意义啦。他们是用一个重量嘛，用一个离心力很远的东西，是不是有重量的离心力很远的东西帮助我把手臂放出去，帮助我把筋放出去，晓得吗？当你把筋放出去了以后，关节撑开放出去了以后，当你一松的时候，你那个空间已经出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一松的时候，那个筋自然起来了。所以练太极拳，我说的是杨氏这一类的啊。你看陈氏的啊，陈氏的练这个东西啊，它有一点八卦的含义。它有很多这样的东西，所以它是从什么？如果说外加内加的话哈，我的看法，陈家太极拳它是由外加由小红拳这些东西到太极的过渡的拳，就他得到心法了，他把这个心法放到他原来练的拳里面去。可是他还没有脱离掉他原来的那个方式，而且也必须要用那个来练什么？练前期的功。那杨家到后来呢？其实他是前面的功已经完成了，他用那个做表现。没有一个练太极拳的大师是一开始就练太极拳的，你们去找。没有一个，包括讲最松的那个郑曼青，他年轻时候是练什么？所以练太极拳，我们讲有成就的师傅啊，没有一个是一开始就练这个，没有，大概都是少林底、长拳底。或者前面有前期的功练筋骨的，或者有一些功来练这个撑筋拔骨的，晓得吗？所以否则你松掉了以后，你没有东西，你没有东西支撑你那个结构。不管你是主动的支撑还是被动的支撑，你松掉以后，你要有东西来支撑你的结构。看不懂啊？好，来。